热门鉴定得加强，快看西装整活王！欢迎收看网络热门服装鉴定第54期，点赞过2万，更新会更快。最近有看到一个好玩的视频，几个蜜雪冰城的雪王在敲钟，每个雪王还有一套自己单独的服装造型。我一看啊，这不是给我送素材来了吗？那我们就边看边聊。敲钟的这个是雪王的经典形象，这个设计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也是很有讲究的。橙色的胡萝卜鼻子，白色球形身体，加上红色披风，这是大部分人一提到雪人这个词就会想到的形象，算得上是全世界都有共识的一个文化符号。他们在设计这个形象的时候呢，肯定是考虑过借用雪人这个符号，让消费者快速认识并记住雪王形象的。一下起雪，人们堆雪人的时候，就会想到蜜雪冰城的雪王。无论国内国外的人们都会堆雪人。当你的家门口、路边、商场、街道上都堆满了雪人，算下来啊，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蜜雪冰城。反正我现在看到圆头圆脑的雪人形象，就会想到蜜雪冰城。穿橘色格子的这位叫阿菊，这种格纹呢，曾经是世界上早期的制服雏形，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增加一个组织内成员的身份认同感，同时呢，也能在战斗时迅速分辨敌我。可以说，现代学校之所以要发校服，就跟以前同一组织的人穿同样的格纹一样。这里阿菊的格纹设计成了饱和度比较高，同时充满活力的橙色，跟她比较可爱的形象也很搭配。至于为什么叫阿菊，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他们果汁系列产品线的名字，到网上一搜才知道啊，阿菊是蜜雪冰城对他们消费者的爱称，来源呢是受到蜜雪冰城捐款的鼓舞。某天在他们门店里，有一位消费者喝完饮料留下了一张5元的纸币，然后用字条写下了“我也想尽自己一丝丝力量”，落款写的就是阿菊。从此之后啊，阿菊就被蜜雪冰城作为了全体消费者的代称，而且以后蜜雪冰城在捐款署名都会写上雪王和阿菊。这位穿着白大褂，代表的是他们产品研发人员。我之前其实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科学家和医生都要穿白大褂，后来知道了，在19世纪中叶之前，其实医生一直是穿深色长袍的，因为比较耐脏，可以穿很多天不用洗。但是呢，也因为污渍难以被发现，所以容易滋生细菌，引发患者感染。后来人们发现了细菌，并且提出了消毒的概念。一位外科医生开始推动医生们换上白色手术服，以便弄脏之后呢，还能及时清洁。而且他还对所有的手术用品消毒，成功的让术后感染的死亡率从50%降低到了15%。从此之后呢，白大褂就成了医生的象征。而科研人员因为实验环境中接触的试剂也可能比较复杂危险，所以呢，也使用了白大褂这种服装形式，方便及时发现污渍并且清洁。从色彩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白色象征着纯洁和理性，也有助于强化科学家在公众视角里的可信度。这位穿黑 T 恤的，身上印着奋斗青年几个大字，我就管他叫奋斗雪王吧。这套衣服呢，应该是对应了蜜雪冰城的加盟商和员工在店里穿的工作服。看起来这就是一件平平无奇的印花 T 恤，这种印花叫丝网印花，就是用非常细密的丝网板在上面铺好镂空的板材，然后倒上颜料，颜色透过丝网的镂空部分就会印到衣服上。丝网印花算是现代服装中最普及也是成本最低的工艺了。我估计正在看视频的你，现在可能就穿着一件丝网印花的 T 恤。虽然这种工艺成本低，但其实它很有来头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秦汉时期的夹鞋印花，就是用2块雕刻花纹的模板来夹住布料，再染色，这样染料就不会染到被夹住的地方，从而在布料上留下花纹。这个技术也启发了雕版印刷术。到隋代，我国开始用上了绷着绢网的木框来印制花纹，其实跟现代的丝网印刷已经很像了。隋唐时期呢，这个技术传入日本，后来发展成了日本奢侈和服的工艺有缠染。19世纪末又从日本传到欧美，还是用来制作商业广告。上世纪60年代，安迪沃霍尔又用他的一系列玛丽莲梦露丝网印花，把这种技法推向了主流的艺术舞台。丝网印花的历史呢，其实就是全球化的缩影。也正因为丝网印花发明的足够早，1000年来人们一直在对这种工艺加以改进，不断提高效率，降低成本，才有了现在我们人人都能穿到的印花 T 恤。这位穿着民族服饰，我刚看啊就觉得眼熟，查了一下发现它代表的是我老家云南的喀农形象。这身衣服呢，就是云南少数民族彝族的传统服饰。这套造型主色调是黑色，彝族向来有着上黑的传统，在彝族文化中，黑色代表土地和丰收，也代表深沉、坚韧和神圣。我觉得蜜雪冰城在这里给喀农雪王穿上民族服饰，首先是因为云南是我国重要的咖啡豆产区，我们现实中喝到的很多咖啡都产自云南。我觉得可能蜜雪冰城也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的咖啡豆推广出去。民族服饰里也包含着很多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。穿着民族特色服饰的喀农雪王，不仅代表来自蜜雪咖啡豆产地之一的云南喀农，背后也象征着给蜜雪冰城提供原材料的其他人。有种柑橘、柠檬的果农，也有生产茶
业的茶农。这些在背后默默贡献的农业深耕者也值得被大家记住。这位穿着泰国服饰的官方名字叫太富贵。为什么帽子要做成尖顶型呢？因为泰国很多传统建筑都是尖顶，而服装的流行和建筑的流行往往是有一定对应关系的。包括太富贵的肩膀部分也有微微的上翘，也是在呼应泰国建筑屋檐上翘起来的部分。其实蜜雪冰城已经走向海外12个国家了，而今年恰逢中泰建交50周年，我猜也因此他们选择太富贵雪王这次来代表国际化的雪王形象。看来蜜雪冰城不光要让中国人喝上高品质好喝的产品，也想把中国的供应链优势辐射到其他国家，让更多人能喝到优质的好饮品。其实还有一套啊，敲锣的雪王在上市发言环节其实穿了套西装，是黑色西装外套搭配马甲，还打了领带。西装的款式呢是参考了经典男士塔士多礼服的造型，西装翻领拼接缎面来强调 V 型区，领带上面有黑色条纹，条纹领带呢也是比较正式的一种领带形式，很适合商务场合穿着。这时候啊，可能就有比较了解西装的朋友会说了，我之前不是说过塔士多礼服必须要搭配领结吗？雪王这里搭配领带是不是穿错了？传统来说，塔士多是要配领结，但其实着装是要根据场合来调整。需要打领结的时候呢，往往是宴会或者典礼场合，而公司上市是商务场合，商务场合呢往往就需要打领带。那雪王在商务场合穿礼服到底对不对呢？其实，在传统的着装礼仪里，在商务场合和典礼场合之间，还有一种名叫 Creative Flag Tie 的场合，翻译过来呢就是创造性非领结，就是允许人们在黑色领结和礼服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个性化的元素。这位雪王用领带代替领结，正好也就是这种风格。而且雪王作为蜜雪冰城的代言人，在正式商务场合上台发言的时候，穿的衣服刚好比这个场合的要求要正式一点点，恰好能体现出对场合的重视，同时呢又不过于突出。这个着装思路我觉得非常好。还有一点，雪王这种体型要想穿西装好看，其实特别难，因为西装毕竟是按照人体的身材设计的，但雪王的身材啊要更圆润一些。这套西装穿在身上还能有这么得体的效果，背后的制作团队肯定很不容易。还有2位角色就不是雪王形象了，大咖哥代表的是蜜雪冰城的供应链体系，也代表着蜜雪冰城背后的众多供应商还有合作伙伴，而这位是代表了他们旗下品牌幸运咖的老 K。我猜这个形象应该是来自扑克牌里的 K， 也是一个把大家习以为常的元素融入到品牌符号里的案例。我看大家都说啊，老 K 是雪王正在崛起的小老弟。有人可能看视频开头会有点搞不懂，我一个服装博主为什么要来做一个蜜雪冰城上市的视频？跟大家实话实说啊，第一原因确实是想蹭一下这个热点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，其实我自己在做的平原方舟品牌也跟蜜雪冰城的愿景很相似。时间关系我就不过多展开了，想看的朋友们可以点赞预约，之后我再跟大家单聊。我是平原方舟，平易近人，关注我，让你越穿越有型。